在上期视频里，我们已经完成了 CNC 机箱零件的准备工作。那么在本期视频中，我们就来着手将这些零部件安装起来。首先第一步，需要把机箱的侧板拆开。接下来开始进行 Arduino、Nano、Ano 开发板的安装工作，需要使用6角铜柱将开发板固定到机箱的支架上。我手头有之前购买的10毫米铜柱，而且数量十分充足，所以将10毫米的铜柱连接起来，使其达到30毫米的长度。把铜柱安装到机箱上，从而形成铜柱支架，然后将开发板安装到铜柱上。这样的安装方式能够为开发板提供良好的散热条件。现在开始安装机箱的220伏转24伏电源盒，将电源盒的螺丝拧紧固定。原本计划把机箱设计成带有许多圆孔来实现散热，但是考虑到加工一个圆孔需要1元钱的成本，因此最终把机箱的散热孔设计成了长条状，以减少钻孔。把5期步进电机驱动器 DM542 安装进机箱内进行尝试。实际上，车床只需要使用2个驱动器就足够了，因为在未来我打算添加1台线床。为了能够让1台机箱实现共用，我便使用了3个驱动器。这是机箱的前面板。在前面板上安装好了电源开关、开发板指示灯以及3个航空插头。下面开始进行开发板电源指示灯的连接工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需要对开发板进行略微的改造。连接开发板的电源，把开发板上自带的电源指示灯找出来。这个指示灯是红色的发光2极管。接着测量这个2极管的正负极。再用烙铁将这个2极管拆卸下来。在原先的焊点上涂抹一些焊锡膏。然后焊接上接线。
将接线连接到面板指示灯上进行测试，以确保接线的极性是正确的。使用线钳在连线上压上公母插接端子，这是为了方便以后机箱零部件的拆卸。在机箱的接线中，我大量采用了插接端子。接通开发板的电源，再次测试插接的效果。航天插头和电源开关的接线焊皆是比较繁琐的工作，这部分内容并没有拍摄下来。机箱的后面板上只有一个220伏的电源插座，将电源插座插入面板的方孔，并让插座的倒钩身展开，使其更加牢固。用接线将电源插座、电源开关和电源盒连接起来。连接电源盒使用的是接线端子。连接插座则采用母插接端子。直接将其插到电源插座上，测试一下电源接线的连通性。再测量一下接地电阻。把电源线连接到电源盒的输入端。现在开始压接24伏的驱动电源线。用胶枪密封接头，然后用热风枪使胶体均匀渗入。再把接线连接到电源盒的输出端。将所有24伏驱动电源的接线都接好。没有买到合适的连接驱动板的端子，于是就用插接端子的母端进行改造。
所有驱动器的端子都已经接好，用热风枪加热缩管对端子进行密封，把端子插入驱动器的接口，并连接航空插头的接线。这是在佳立创打样生产的控制线电路板，以及控制线电路板的零件。开始焊接这些零部件。焊接完成后，用酒精清除焊锡膏和污渍。再用8P 排线连接 A 板和 B 板。这样的连接方式虽然会麻烦一些，但却使控制线实现了标准化，减少了误接和虚接的情况。将驱动器的控制线插接到 CNC Shield 扩展板，把扩展板插接到开发板上。将驱动器固定到机箱的接口上。至此，所有的零部件都安装完成了。再对所有接线的连通性和接地电阻进行全面测试。毕竟机箱里面也有220伏的交流电通过，安全问题尤为重要，要确保220伏所有接头的接地电阻为无穷大。接上220伏交流电进行测试。打开电源开关后，所有驱动器的指示灯都亮了。好了，到这里为止 ，CNC 机箱内所有零部件的安装工作就全部完成了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